么可以把三明治做得这么好吃？其实，在冬天，没有人会想到吃三明治吧？遇到了吃三明治的日子。我对三明治的理解也停留在 Epix， 但是听说赛百味最近出了新的热烤系列，天冷了就想吃点热乎的，正好也没吃过热烤的三明治，来试试看吧。冬天吃热烤系列是最幸福的。又来到了上海，这也是我们来上海的第一家店，这里是赛百味潜水艇旗舰店，店内就是以潜水艇概念设计的，满眼的牛油果色，怎么还有一点海绵宝宝的感觉？这次他家一共上了3款新品，我点的是热烤猪颈肉芝士三明治，此外还有热烤鸡腿排和热烤肉肉狂欢，不愧是赛百味。点12寸真的非常的夸张，但12寸看着是真的非常的满足。这个料给的太足了，里面加的这个猪颈肉量之大，不是就是29的价格，这个猪颈肉已经回本了。他们这次还是新品升级，在三明治里加入了4种芝士，法式奶香芝士风味酱、经典的车打芝士片和马苏里拉芝士。你光是现在这样抱在手里，你都闻到那个扑面而来的芝士香。而且它这次因为是热烤系列，所以它全部换成了锡纸的包装，拿在手里都是感觉暖暖的，就非常的适合冬天。而且它这次居然在面包里面都加入了芝士，就是这样会让面包组织更细腻，口感也会更松软，就像动画片里那种刚烤出来还在冒热气的面包。第一口下去，你最大的感觉是猪颈肉之嫩。朋友点的是另外的2个新品，也都非常热乎。套餐里面还带了3个鸡翅，吃完还可以来一个辣鸡翅。这个是他们家的新品甜点，南瓜巧克力曲奇，淡淡的南瓜甜味。我喜欢甜品，我一般还会再配一杯豆浆，更暖和了。原来温暖的三明治和冬天是如此之适配，可以说是我们打工人冬天的慰藉了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。东京，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城市，虽然我的账号就叫东京阿基，但是来日本这么久了，我都没有正儿八经介绍过它，所以我就在想啊，如果我只有1天的时间，我会在东京做一些什么事儿？我们和上次的神奈川一样，就从早饭开始。首先，如果你的预算比较足，我真的很推荐尝试一下东京的怀石早餐，服务和体验都特别的好。但是那个什么，作为早餐确实有点贵，如果想省一点，回转寿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毕竟早饭吃好了，才会有接下来的事儿。代官山是一个很适合上午散步的地方，那家米其林1线的咖啡厅，还有非常网红的鸟屋书店都在这儿，感受一下日本富人区的氛围。而且它的旁边就是涩谷，就是那个很大的交叉十字路口。涩谷玩的地方可太多了，忠犬八公的故事就是在这儿发生的，还有超多的影视作品都在这儿取过景。到了午餐时间，最好不要吃太油腻。这家现烤的汉堡肉我很喜欢，而且也不贵。吃完饭我一般会去唐吉诃德逛一下，它是一个综合性特别高的百货，主要是因为他们家特别的便宜，所以当地人也很喜欢。野餐一定要备一点零食，带这个晴热价格 logo 的还不错。这是我在里面特别喜欢的香菇干，嚼起来像薯片又像炸串的味道。菠萝蜜水果片我也很爱，吃太油了就用这个解腻就了。涩谷经常会有各种明星的快闪店，比方说现在就是某女团，上个月是某电视剧，反正比较火的东西都会选在这儿。接着下午的时间会很充裕，可以有很多选择。如果你觉得去迪士尼太累了，可以爬一爬东京塔，这个可是东京的标志，巨壮观。不想爬楼梯还可以坐电梯。钢铁森林还是很浪漫的。接下来肯定是很多粉丝想去的地方，秋叶原。虽然很难一句话讲清楚，秋叶原只需要记住一个点，就是不要在你看的第一家买。但其实就算不花钱也会很开心。最后就是东京的夜景，一定要带着喜欢的人去喜布亚Sky，静谧而美好，感觉就是形容这儿了。东京真的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，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成为任何人。我也开始慢慢意识到，这个复杂的城市包容的并不是人，而是美。阿基推荐指数9.5分。最后提醒大家，在东京玩的时候，可以等到最后一天再购物。买东西的话，可以直接去Donkey，因为这里的东西真的相对便宜，基本上只要是日本的日用品，还有药妆，在这儿都可以找到，不用担心被坑，也不用担心买到假货。好了，卡个样。古时候的日本人就很喜欢吃寿喜烧，甚至连日本金字塔最顶端的那个男人都亲自来吃过。这什么排面啊？他们家的一片肉5830日元。OK。今天我们去了这家店，就是从1869年开业至今154年没敢关过，这不废话吗？天皇老爷都来吃过的店，我为什么要关啊？所以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快上车！这家店位于京都，也是我们在日本的第2个据点。我们又到吃寿喜烧的日子啊！怎么每次到吃寿喜烧的日子我都很开心啊？我是不是好店都会配上这么一个悠长的隧道啊？换好鞋子，跟着小姐姐，你就会被领进一个硕大的包间。它这个地方点菜非常传统，用的是那个直连座机，然后最贵的肉是5800一片。点好之后就会上小菜，5个开胃小碟，有牛肉沙拉、土豆沙拉、1小块甜笋、1小块豆腐，最后一个小蛤蜊。吃完这个还有个前菜啊，不过是很好吃的和牛寿司，而且它的这一片很厚很肥，和牛淡淡的奶香一下就会让人开胃。最后是一碗煮的青花鱼饭团，很日本很清淡，可能是为了接下来修正味觉吧。吃完之后，小姐姐马上就会来做寿喜烧，用牛油刷好锅之后，铺上一层白糖，就直接这样下肉，主要是要让和牛的脂肪和糖一起融化，然后再倒入料汁。京都寿喜烧那种独特的鲜甜一下就会冒出来，然后直接把带着热气的肉淹没到蛋液里，这种时候就是最好吃的。他们家的这个一片肉真的太大了。不行，我要吃饭了。那种焦糖再加上寿喜烧料汁的味道，你很难做到不往嘴巴里面塞米饭，就像拉面必须配上叉烧。下了一半，直接一口了吧。和牛裹上无菌蛋液之后，稍微嚼一下，和牛的油脂香就会蔓延在你整个口腔里。如果你觉得腻，可以来1筷子小银鱼盐白菜，味觉修正。然后第2锅因为要下蔬菜，所以下了2片肉，加了菜之后，熬出来的料汁的味道会变得更好。其实是菜。第2碗我一般喜欢用和牛卷着葱根吃，而且是那种脆脆的葱根。
我真的很想端着这个盆吃。葱跟那股微微甜的味道，就是给和牛物理提鲜。煮到这个时候的豆腐也很入味了，基本上就是一个筷子轻轻一夹，碎成2半，再蘸上一点蛋液，你甚至都能尝到豆子的香味，像是用面包蘸奶油蘑菇汤。煮到最后的魔芋丝已经变得很软了，它虽然本身不入味儿，魔芋丝也是寿喜烧里面最卷蛋液的。蛋液也很香，吃到一半你还可以换一碗新的蛋液。这种茼蒿里面夹着一点魔芋丝，也有一种脆弹脆弹的感觉。我还专门拿了一片牛肉，烤到了最后，它已经是一个焦褐色的状态了，但是它特别的入味，所以要多裹一点蛋液。这一片130克，以下肚再加2口米饭，就是至高的满足。京都的寿喜烧就是缓缓的用牛肉的香气慢慢塞满你的胃，最后再来一个甜品，非常的爽。阿杰推荐指数9.5分，卡维尔。鳗鱼料理作为日本最珍贵的料理之一，如果不在本地吃上正宗的一顿，你可能还真不知道这么小一条鱼还可以吃到这么多东西。那什么？最近不知道是不是狂飙看多了，就是看着我总想吃鱼。又到了吃鳗鱼的日子啊！怎么感觉我每年来京都的次数比我吃鸡的次数还多？再加上看了失之愈合的新剧，真好看。嘿嘿，果然京都的餐厅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非常的难找。我们现在在2堵墙的中间，但问题是这一店它都还开了这么多年。6です。啊，じゃあ簡単でお願いします。你们知道在日本吃一顿鳗鱼可以吃到多少东西吗？算了，我们直接开始看今天的前菜。这个缠在一起的就是鳗鱼骨，特别的喜欢，就是不能打包卖。嚼碎之后的味道特别像鱼皮油渣，嚼鳗鱼骨头是最香的。然后是照烧口味的烤鳗鱼干，那个照烧酱蘸拢也压制不住鳗鱼干的那个茶的味道。肚子上面的肉很细腻，口感比较像芋泥。这个是凉拌黄瓜鳗，它吃起来像是经历过很多感情之后的清心寡欲啊。然后开始今天的正菜，鳗鱼料理里面一般都会有的鳗鱼蒸蛋，它居然用的不是日式茶杯，而成都盖碗茶的那个碗，好实在啊！大家一入口那个鳗鱼的鲜味就会灌到你的鼻子里面，你要仔细嚼了之后才能吃到鸡蛋的味道。这个真的是非常适合鳗鱼的一道菜，味觉修正水。修正一下，因为我们下一盘菜是清淡的鲤鱼，这个菜叫鲤鱼小杂。为什么鳗鱼料理里面要吃鲤鱼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有什么典故吧。鲤鱼的肉吃起来非常像很脆的甜雕。接下来的画面可能会非常的引人不适，就是大家会在你的面前片鱼，这个也是正宗鳗鱼店里面的一个表演活动。我都不知道我对上焦了没。你看，接着大家会趁着肉最嫩的时候做成天妇罗，为了保证最好的口感，这个白色像玉米笋的是鳗鱼籽，口感非常的奇怪，像是不会跳的糖。好神奇的口感，蔬菜之王青椒，刚端上来的时候还在冒泡。鳗鱼本身就不多的油水，它全部保留在了里面。鳗鱼天妇罗真的是人间美味之一，我觉得。现片的鳗鱼肉会有一种淡淡的奶香味，咬下去那种酥脆的声音，很像是拿破仑一刀切下去的感觉。他们家把肉里面的汁水都锁得特别的好，很讲究。然后我们点的是他们家最好的鳗鱼饭，土锅鳗鱼饭，主要是因为它能吃到锅巴。我跟你们说超香，开盖的一瞬间，当你看到那个油脂的反光，你就会无法控制分泌唾液。它和关东的鳗鱼盒饭非常的不一样，吃法的话分为3个步骤，所以也叫鳗鱼3吃。它这个锅巴太巴了，我操！鳗鱼的料汁不是纯纯的照烧，有一点像红烧肉盖饭的那个味道，特别的下饭。把鳗鱼和锅巴叠在一起，在嘴里嚼碎之后，你就会知道。山珍海味，我觉得其实指的就是这个了。第2碗的吃法很简单，就是在第1碗上面加一些山椒和芥末，它更像一个风味料理。第3碗的吃法是我最喜欢的，就是鳗鱼茶泡饭，它的感觉像是我在四川第一次吃鸡汤饭。它把那个锅巴都泡软了，就是那个饭你都不用怎么嚼，它就滑进你的胃里了，而且茶香正好中和了鳗鱼的油腻。冬天特别适合吃这个，感觉又可以活到150了。最后的甜品是一个黄豆大福，非常的京都。所以你们觉得关西风的鳗鱼怎么样？阿基推荐指数9.5分，真好吃，可以带朋友来。弄 Tele Plus 我讲。